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今天我们来玩 UT 的掌机版。皮色键呢没有包装，我们先从车型看起。那么一体性还是不错啊，车身上有这个上金属色的珠光漆。那么车前两部分的细节分色很到位，大灯啊、刹车灯啊，这个该有的都有。侧面看到后视镜采用这个黑色的分件，车门把手有分色。那么后视镜呢，镜面也有分色啊。那么车尾的细节分色呢也都有。车轮毂呢有这个电镀银的上色。轮胎呢是橡胶材质，滚动呢还是比较流畅，橡胶轮胎的这个阻尼感呢很好。翻到底盘，那么四肢啥的隐藏都还可以啊，各个方向看呢基本上没有穿帮，秉承了 UT 一贯的风格。就是后玻璃上面这两个黑色的凸起呢有些碍眼，但是这个车型怎么说呢，跟电影里的原型车雪佛兰 Trax 还是有些差距，更像是老年代步工具。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头呢做的太平，没有弧度，导致了整个车型不够还原。而且它这个配色也不对，见仁见智吧。那么我这个平色键的板件呢，还是有一些色差啊，这个看着有点别扭。据说呢，大货会调整。这款打金板的一大亮点呢是车门打开之后，那么里面有驾驶室的细节。首先车门细节啥的都不错，甚至还有这个放置杂物的洞洞。驾驶室细节也都到位，方向盘就不说了。那么仪表盘是空调出风口呢，细节都有刻画。两个座椅也是还原的不差。即便是做出了驾驶舱，那么变形收纳呢却很巧妙，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。我们来对比一下联盟级刹车的驾驶室，应该说呢 UT 完胜啊，因为它刻画更还原，也没有任何阻挡，这个还是必须要点赞的。看看联盟级的小人能不能放进去。首先是西蒙啊，因为他个子高呢，所以塞进去稍微有点费劲。但是米卡拉和 Sam 就比较好塞，那么配上小人呢，确实很舒服，也是增加了一个玩点。先跟联盟级刹车做下对比，那么车型呢还是要小一些啊。那么各个角度呢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应该说呢还是蛮搭的啊。对，我们抛开车型的还原度不说，那么上色细节啥的还是都不输给联盟级的。那么尽管略小呢，但是也够用了。对于错过了联盟级挡泥板的我来说，也算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怨念。老玩家呢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，都是泪啊。这款玩具呢号称是 MPM 比例，所以呢当然要跟 MPM-03 大黄蜂做对比。那么虽然没有原型车的数据啊，但是呢我感觉呢这个车型比例呢还是稍微做大了。Trax 概念车呢应该比科迈罗小很多，但是这两个单看车轮呢基本是一般大的，那么应该就不太对吧？但是呢这不是玩车模啊，差不多也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变形环节，应该说设计还是很巧妙的，我们一起来变。首先呢，车门两侧打开，这个部位呢向上拉开，两侧后车窗打开上翻，这里打开轴向上推，再向内折，两侧都一样。车屁股掀起来翻折，两侧内收。刚才说过，驾驶室的收纳很巧妙，这是一个亮点。首先呢，座椅拉起来对折，再向上折，仪表盘、方向盘身上折叠。那么就完美的收纳在车里。这些手指呢向后躺平，然后这里旋转180度，这样呢就把整个车屁股内收了。那么上面这几步呢 UT 祖传的人包车技术开始显现。再处理腿部和其他部位，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不解说了，各位看视频呢参考一目了然。变形过程非常丝滑。到这一步呢，重点来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那么这块向内收的同时呢，那么胸部扭向下按，那么这两个黑色的凸起呢，对准这里的两个凹，那么按紧之后呢，那么再调整一下胸部的细节，这样整个车屁股呢就完美的收纳进胸里。UT 组成的赛博坦压缩技术再次显现。这样的话呢，背后金光有一块背板，但是呢，从侧面看几乎是没有背包的。那么虽然没有上一款迪诺那么惊艳呢，但是呢，也值得给 UT 的设计师点个赞。啊，真香！
各部位都调整好的，那么变形就完成了。那么整个过程呢，丝滑顺畅，手感不错。那么各种卡扣上出现了该出现的地方，也不会出现手疼的情况。但是呢，人形下由于车头太平了，所以同样不够还原，这真是太遗憾了，可以说是个败笔啊。但是其他都还好。背后这块板子有些碍眼，但是呢没有背包啊，算是中规中矩吧。头雕呢，我认为还是比较还原的，那么也是抓住了挡泥板中又老又丑的神韵。耳朵呢是可动的，这个好评啊。那么头部的可动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脖子下面这块板件呢，虽然做出了用来固定的卡槽，但是呢非常松啊。那么头部在大范围活动的时候呢，这块就会松脱，所以手感呢不是很好。武器呢配备了2把小枪，那么细节呢还不错，那么直接插在这个凸起的可以直接插在手心里握持，那么也可以收纳在车门后面。但是呢，电影里挡泥板的武器呢应该是右手的臂炮以及左手的绳索。那么在大力神战斗的时候呢，电影里刻画的非常清楚。那么没记错的话呢，联盟级挡泥板呢应该是还原了绳索，UT 给它配2把枪呢，我有些不知所云啊。看下可动吧，大地根部360旋转，曲臂90度。二头肌360旋转，向上抬起呢可以150度左右。大腿上抬和后踹呢都超过90度。大腿360旋转，外踢超过90度，膝盖弯曲90度，脚腕有可动，接力幅度比较大。那么手臂和腿部各大关节呢几乎都是齿轮关节，好评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对比一下人形比例。那么首先是联盟级刹车。我惊喜的发现两者居然是一般高，那么这对于我这种错过联盟级挡泥板的玩家来说呢，真的是个好消息，因为比例非常大，那么站在一起也不违和，背角度给各位看一下，一点也不输给这款当年的日产品，尤其是侧面看着很干净，但是作为第三方的背面居然跟官方一样有车壳，这也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因为比例合适呢，所以在后续的刹车没有出来之前呢，这俩兄弟可以搭配玩出很多场景，一定程度上满足愿景。然后是 MTM03，我个人感觉呢还是有点做大了。那么没记错的话，挡泥板应该到大黄蜂的腰部左右，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强啊。那么各角度给各位看一下吧。再对比一下上一款 UT 迪诺，那么我想说的是呢，这次的设计比迪诺可是有一定差距的，希望下一款刹车能够给我们惊喜吧。好，这款挡泥板作为 UT 电影系列的又一款作品，那么我经过把玩之后的体验呢，就是手感优秀，精彩不足，甚至有些失望。那么尤其是车型呢，可以说是做崩了，车头不还原，配色也不对，导致人形呢虽然是真凶，但带来的连锁反应呢就是不还原电影。还有背后的车板子有些碍眼，配的武器简直不知所云。那么这些呢都是这款产品的硬伤。好在驾驶舱的还原，尤其是变形处理以及车屁股整体收纳在胸里面的设计呢，秉承了 UT 一贯的赛博坦压缩技术，那么还是带给我一些亮点。大量齿轮关节的应用，优秀的可动，丝滑的变形体验，以及和联盟级刹车很搭，那么这些优点呢也是令我眼前一亮的。总之呢，我可以勉强给它打个7分吧。希望下一款刹车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，毕竟 UT 在电影线的设计功底还是有目共睹的，希望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优秀作品，不要辜负广大电影玩家的期望。以上评测仅代表个人观点，如果对你还有些参考，希望兄弟们不要吝啬你的赞和一键3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好，感谢收看本期小马哥的变形金刚视频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